今天我们来聊聊很多人深信不疑的维他命保健品，为什么反而可能在悄悄掏空你的腿部力量？双腿对我们有多重要，就不言而喻了。俗话说，人老腿先老，腿部肌肉的强健与否，往往决定了我们晚年的生活品质。为了保持骨骼健康，步履轻盈，不少中老年朋友每天吞下一把维他命和补充剂。然而你知道吗？有5种常见的维他命类保健品，其实是在让你白白交智商税，甚至可能逐步削弱你的腿部肌肉。听起来很矛盾吧？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这5种补充剂的真相，看看它们如何从神坛跌落，成为伤害双腿的隐形杀手。其中第1名更是几乎每个家庭都备有的东西，千万不要错过。在进入正题之前，先强调一件事，我们并不是说维他命对人体没有好处，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健康确实至关重要，但是药三分毒，过量或错误使用营养补充剂一样会有副作用，特别是对于肌肉流失风险较高的银发族，不当的补充不但没有帮助，还可能拖垮你的腿劲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肌肉每年都在流失，如果方法不对，补得越多，走得越慢。我们就从第5种说起，一路讲到第1种，彻底盘点这些年被吹捧过度的营养补充品的真相。第5种，维生素 E 过量服用适得其反。很多人认为维生素 E 是强大的抗氧化剂，能抗衰老，保护心血管，于是中老年朋友常买维生素 E 胶囊来吃。几十年前，医学界曾对维生素 E 寄予厚望，期待它预防心脏病，增进体能。然而，科学研究一步步揭开了维生素 E 的反效果。比如，在2005年，有研究团队汇整数千名服用者的数据，发现长期高剂量补充维生素 E， 每天超过400国际单位的人，死亡率反而更高。这消息一出，震惊了保健业界，人们这才开始怀疑，一直被当作万灵丹的维他命 E， 难道吃多了还有害？接下来的研究更加坐实了这点。2011年，一项针对男性的临床试验发现，每天额外补充维生素 E， 不但无益，甚至让罹患前列腺癌的风险显著上升。科学家们推测，过量的维生素 E 会干扰体内微妙的抗氧化平衡，反而催生坏的氧化反应。另外，维生素 E 属于脂溶性维生素，容易在体内蓄积，短时间吃多了，身体可能排不出去，就会慢慢中毒。维生素 E 中毒有什么表现呢？常见症状包括肌肉无力、疲倦、恶心、腹泻等等。没错，你以为在强身健体，结果身体却在偷偷变虚弱。有人可能不以为意这点小不适，但对腿脚本就衰弱的长者来说，肌肉无力和疲劳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活动更少，平衡更差，跌倒风险就大增。更别提维生素 E 还会影响维生素 K 的作用，使血液变得难以凝固。如果因为维生素 E 过量导致微血管出血、脑出血等，后果将非常严重，腿部肌力当然也会跟着遭殃。案例有位70多岁的张先生，听信保健品广告，坚持每天服用高单位维生素 E 胶囊，希望预防中风，增强体力。刚开始他觉得没啥不良反应，就一直吃。几年下来，他发现自己的体力每况愈下，走个几百公尺路就两腿乏力，还以为是年纪到了。直到有次小中风被送医，医生检查发现他凝血功能有异常，在追问用药时才知道他常年补充大剂量的维生素 E。 医生直摇头，张先生的情况很可能就是维生素 E 补过头造成的肌肉力量变差、走路不稳，和维生素 E 过量导致的慢性中毒不无关系。幸好及时停用了补充剂，并加强复健，张先生的腿力才慢慢好转。这个教训提醒我们，维他命 E 并非多多益善，正常饮食均衡的人其实极少真正缺乏维生素 E， 不必额外去吃高剂量的补充品，否则养生不成，反而让双腿埋下隐患。第4种，铁质补充剂，补血过量，小心身体生锈，气色差就要补铁。不少人头晕乏力时，第一反应就是自己贫血了，于是跑去药局买铁剂补充。尤其许多女性朋友年轻时有贫血经验，年纪大了还是习惯性的隔三差五补点铁。另外，市面上一些声称增强体力的滋补品，
也往往含铁。铁是制造红血球的重要原料。没错，缺铁性贫血会让人头重脚轻，走路没劲。但你知道吗？铁这种东西也是双面刃，缺乏时要命，过量时同样伤身。人体没有有效排出铁的机制，过多的铁质会在体内积累，对各组织产生氧化伤害。形象地说，就像铁器生锈一样，体内铁太多时也会生锈，侵蚀肌肉、关节和器官。医学研究发现，铁过量可能是促进肌肉衰退的一大因素。平常我们很少听说铁吃多了会怎样，但事实上，铁累积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攻击细胞，导致肌肉蛋白分解加速。举一个极端例子，遗传性血色素沉着症，一种铁负荷过高的疾病的患者，常常在中年就出现关节炎、肝硬化、心脏衰弱，还有慢性疲劳无力感。他们的肌肉力量也比一般人差，走路提不起劲。这些都是常年铁沉积在体内生锈所带来的恶果。当然，普通人不会严重到这种程度，但如果长期不明原因的服用铁剂，身体可能正在默默累积铁的毒性，特别是停经后的女性和老年男性，本身铁流失就少，再额外补铁更容易超标。一旦体内储铁太多，你反而会觉得容易疲倦，肌肉没力，这和贫血引起的无力感非常相似，让人误以为需要补更多铁，结果形成恶性循环。现实中就有这样的案例，一位60多岁的李伯伯觉得自己脸色不好，走几步就喘，以为是老年贫血，每天自行加量吃铁片。几个月后，他症状不但没改善，反而常觉得膝盖关节疼痛，早上起来两腿沉重，直到体检时发现肝脏指数异常，皮肤带点古铜色，才被转介做进一步检查。结果发现李伯伯肝脏有明显铁沉积，血清铁蛋白浓度远超正常，已属于铁过多的状态。医生断定这是长期过量补铁导致的铁负荷过高，引起慢性中毒。李伯伯听了大吃一惊，原来自己腿无力，关节痛不是年纪问题，而是铁中毒在作怪。幸运的是，他及时停止补铁，并在医生指导下通过饮食控制和放血治疗降低铁负荷，症状才逐渐改善。这个故事说明了一味补铁其实潜藏风险，如果没有医师诊断的缺铁性贫血，千万不要随便吃铁剂，更不要几种含铁补品一起上。有些综合维他命、补血口服液也富含铁质，叠加起来更容易过量。铁过量除了损害肌肉，还可能增加某些疾病风险。例如，有研究指出，铁摄取过多可能促进动脉硬化和神经退化，间接影响行动力。此外，铁还是病菌和肿瘤细胞的营养，体内铁太多会提升感染和癌症风险，长远看对老年人的健康极为不利。所以，与其盲目补铁，不如先去医院验个血，看自己是否真的缺铁。如果没有缺，就从食物中均衡摄取就好。例如生绿叶菜、瘦肉、豆类都含铁且不易一下超量。千万记住，铁一多，身体就卡卡，脚也发软，适量才是硬道理。第三种，维生素 B6， 固神经不成，反伤神经。随着年龄增长，不少银发族会出现手脚发麻、下肢乏力的困扰。大家可能听过维生素 B 群对神经好，于是很多人开始每天补充综合维他命 B 群，甚至特地加码服用维生素 B6， 希望保养神经，预防肢体麻木。维生素 B6 确实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，在生理上很重要。然而超过一定剂量， B6 不再是神经的朋友，反而摇身一变成为神经毒素。医生们早就注意到，一些长期大量服用维生素 B6 的人出现了神经病变症状。研究指出，每天超过50毫克的维生素 B6 持续服用，时间一长就可能损伤周边神经，表现为手脚麻木刺痛、灼热感、四肢无力、走路时平衡不佳，甚至可能出现难以挽回的永久神经损害。为什么这样一种水溶性的维他命吃多了会积累毒性呢？关键在于剂量和叠加效应。一般饮食中的 B6 含量很有限，就算吃富含 B6 的食物，也不太可能一下摄取过量。然而，许多保健品把 B6 浓缩提纯，一颗胶囊可能就是好几天的建议摄取量。
有些消费者还不只吃一种，早上来一粒综合维他命，中午吞2颗蜂胶胶囊，晚上睡前再吃个 B 群补充剂，结果每样里面都有 B6， 加起来远远超标而不自知。这种隐藏的中毒更可怕，因为它不是1天2天吃出问题，而是潜伏几个月甚至几年。等你觉察异常时，往往已经酿成大祸。曾有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位50多岁女士，平时总觉得肩颈酸痛，手脚容易麻，用尽各种偏方无效后，朋友推荐她吃澳洲进口的蜂胶来保健神经。她买来服用，觉得还不错，同时也相信 B6 固神经的说法，又额外购买了单方的维生素 B6 药丸，就这样双管齐下补充了大半年。没想到手脚麻木越来越严重，夜里双腿还会刺痛得睡不着。他辗转去看神经科，甚至检查是否中风，结果都不是。后来带着自己每天在吃的10多种保健品让医师过目时，终于找到元凶。原来他服用的蜂胶胶囊本身就含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B6， 再加上他自己额外吃的 B6 药片，每天总剂量远超安全上限。这其实就是维生素 B6 中毒导致的周边神经病变。医生赶紧要求他立刻停掉所有相关补充剂，并搭配治疗。所幸停止摄入后，他的麻木刺痛症状逐渐减轻，算是有惊无险。这件事让他大呼意外，原以为维他命 B6 是保护神经的，结果差点毁了自己的神经。经过这一役，这位女士和她的朋友们都学到了宝贵的一课：维生素 B6 不是不能补，但一定要遵循适当剂量，并注意不同保健品间成分叠加。一般来说，中老年人如果均衡饮食，其实很少严重缺 B6， 真的缺乏时，医师也会建议补充量，绝不会要你大把吃。反之，把维他命 B6 当成万灵丹猛补，只会让你的四肢愈发无力。还记得医生的忠告，任何营养素都有 U 型风险，太少不行，太多也伤身。神经保健要靠的是全面的生活调理，包括运动、控制慢性病、均衡摄取各种 B 群在内的营养素，而不是迷信某一种维他命。当你手脚发麻时，先去医院找出真正原因，比狂吃补充剂强多了。第二种，维生素 D， 骨骼守护神的阴暗面。维生素 D 近年来可谓红得发紫，它被称为阳光维他命，有助钙质吸收，对骨骼强健、肌肉功能和免疫力都很重要。许多长辈把维他命 D 当成防骨松、防跌倒的法宝，甚至自作主张天天高剂量吞服。特别是疫情以来，网络上充斥着高剂量为 D 能预防新冠、提高免疫的说法，导致一波又一波抢购囤积。不过您可能不知道，维生素 D 也是会中毒的，而且维 D 中毒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让你的肌肉变得无力。听起来很荒唐，缺维生素 D 会造成肌无力，补太多也会。是的，身体讲求平衡，营养过犹不及都不妙。维他命 D 最大的风险在于引发高血钙症。过量的维生素 D 会促使小肠吸收过多钙离子涌入血液，导致血钙水平飙升。血钙太高会怎样？首先会削弱肌肉的收缩力量，让人觉得浑身无力、昏沉疲倦。许多维 D 中毒的患者一开始只是觉得没胃口、恶心想吐，一直口渴，跑厕所变频繁，接着就是全身无精打采，肌肉酸软，提不起劲，这些都是高血钙的典型表现。如果持续不管，还可能出现肌肉痉挛、四肢无力，甚至瘫软的严重症状。对老年人而言，肌无力意味着行走困难，容易跌倒，非常危险。此外，高血钙还会侵蚀骨骼，诱发肾结石和心脏问题，长期看反而增加骨折和虚弱的风险，完全背离了补充维 D 的初衷。听起来太可怕，别以为这只是理论危险，现实中维生素 D 补过头出事的例子相当多。就在去年，英国传出一位89岁的退休老先生因维他命 D 中毒不幸去世的案例。这位老先生平时身体还算硬朗，但因为担心骨质疏松，自己网购了强效维生素 D 补充剂，每天远超建议剂量地服用。一开始也没什么异状，他便认为多多益善，不料数月后开始食欲不振，极度口渴虚弱，被送医时发现严重高血钙，肾脏和心脏都出了问题。
抽血结果显示，他体内维生素 D 浓度高，得仪器测量已经接近上限。尽管经过治疗，老先生还是在住院10天后离世。验尸报告判定死因与维生素 D 过量导致的高血钙密切相关。这起悲剧震动了英国卫生单位，官方事后警告民众务必遵守维他命 D 的用量规范，并呼吁补充剂厂商加注明显的剂量风险提示。一颗小小维他命 D 怎会闹出人命？答案就在于过量的杀伤力。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。今年台湾就有一名48岁男子听信偏方，每天吞下好几颗维生素 D 丸，结果某天突然昏倒送急诊。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肾功能明显衰退，血钙值超标，又是维他命 D 中毒，所幸抢救及时捡回一命，但肾脏受损严重，这位先生追悔莫及。还有西班牙曾一次出现10多名民众因服用错误标示剂量的维生素 DD 剂而集体中毒住院的事件，让人对维他命 D 补充剂的安全更加关注。除了高血钙本身，维生素 D 若大量服用还有另一个潜在问题，它可能导致钙到处乱跑，错地方沉积。正常情况下，维他命 D 帮助钙质进入骨骼，但需要维生素 K2 配合引导，才能防止钙沉积在血管和软组织。一些长期狂补维 D 又缺乏 K2 的人，被发现出现动脉硬化的迹象，钙在血管壁上结了痂，使血管变硬变窄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腿部的动脉因为这样变得狭窄僵硬，腿部肌肉得不到充足，血液又怎会有力量？走路恐怕一下就酸痛无力。医学上称，走没几步就小腿痛得停下休息，为间歇性跛行，通常是下肢血管阻塞引起的。虽然维生素 D 过量不是唯一原因，但不恰当的补充确实可能加速血管钙化，对腿脚健康构成威胁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那到底该不该补维生素 D？ 事实上，适量补充维他命 D 对很多缺乏阳光的人来说是有益的，重点在适量2字。各国建议的维生素 D 每日安全上限通常在4000国际单位左右，特定情况下，医师会指导高剂量补充一段时间，但绝不能自己当医生无限制的乱吃。通常每天1000至2000国际单位，已足够维持老年人的血中维 D 在良好水平。如果有骨质疏松或维 D 缺乏症状，应在医生监测下补充，而不是听信民间说法猛吃。还有，服用维 D 的同时，别忘了饮食中摄取维生素 K， 如纳豆、深色叶菜富含 K2 以及镁元素，帮助钙质正确的进入骨头。最根本的晒太阳和运动仍然是促进身体合成维生素 D， 强化骨骼肌肉的自然良方。与其抱着几瓶维他命 D 狂吞，不如每天到户外活动半小时，既安全又能真正强腿健骨。第一种，钙片。强骨神话下的腿力危机终于来到榜首，你家里几乎肯定有的一种补充品钙片，无论是各种钙锭、钙粉，还是强调补钙的牛奶锭、珊瑚钙、钙强化饮品，它们都是许多家庭常备的保健品，几乎每位中老年人都听过。人老骨头脆，要补钙防骨松，医生往往也建议停经妇女补充钙质，所以一时间天天补钙，骨骼如钢成了银发族的健康信条。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简单，补钙固然重要，但方法不对，单靠钙片反而可能让你骨头没硬多少，腿先软了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许多人切身体验到的现实。先从一个真实案例说起，68岁的杨太太进入更年期后，就乖乖遵照宣传，开始每日服用钙片，生怕骨质流失。20年如一日，杨太太自豪自己从不间断补钙，觉得骨头一定比同龄人硬朗。然而近年来，她却发现自己走路越来越慢，以前健步如飞去市场买菜，现在走几分钟就觉得两腿酸软，上下公车需要扶着把手使劲才站得起来，连双手提菜篮都觉得吃力。她很困惑，明明我有补钙，为什么反而变这样？到医院一检查，医生用了核磁共振等先进设备查看她腿部的肌肉情况，结果大吃一惊，杨太太的大腿肌肉已经严重萎缩，肌肉纤维被脂肪取代，整块肌肉看起来就像带油花的霜降肉一样松垮无力。
医生诊断他罹患了肌少症。换言之，他辛辛苦苦补了半辈子钙，骨质或许有些改善，但因为缺乏运动，营养结构单一，他的肌肉还是大量流失，腿部力量大幅下滑，难怪日常行动越来越困难。杨太太这才恍然大悟，光补钙不够，没有肌肉，骨头再硬也支撑不起身体，这正是许多人的误区。骨骼和肌肉是一对搭档，医学上甚至提出骨肌少症的概念，强调骨质疏松和肌少症常常相伴发生。如果只顾补钙强骨，却不锻炼肌肉，不摄取蛋白质，最终腿脚依然会无力，甚至更危险。为什么说更危险？想象一个只补钙的人，骨头密度可能稍微提高，可是肌肉力量没跟上，动作协调和平衡能力还是差。一旦跌倒了，因为骨质疏松其实没有完全逆转，照样容易骨折。这时反而更糟，长期不活动导致肌肉进一步萎缩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可以说，错误的补钙给了人虚假的安全感，反而掩盖了真正的隐患。除了只补钙不运动导致的肌少症，钙补过量本身也有副作用。许多人认为钙片是最天然安全的补充剂，因为钙毕竟是人体需要的元素。但正如前面讲维生素 D 时提到的，钙在体内浓度太高会引发一系列问题，包括高血钙症、肾结石、血管钙化等等。尤其当你没有搭配维生素 D 适量补充时，随便吃大把钙片其实很难真正吸收入骨，大部分可能游离在血液中到处乱跑。有研究发现，单独服用钙片的老年人心血管事件风险有所上升，怀疑就是因为钙沉积到了动脉血管，引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。这些斑块一来影响心脑血管健康，二来如前所述，腿部动脉若受累，腿部肌肉供血变差，也会让行走能力下降。另外，过多的钙会让肌肉细胞兴奋性降低，你可能觉得肌肉怪怪的没劲，这其实是高血钙对神经肌肉接头的抑制作用在起效。更不用说消化系统方面，补钙过度容易导致便秘、肠胃不适，活动力也会因此受影响。曾有位阿婆堪称补钙狂热爱好者，一天3餐后都各吃2颗钙片，总剂量远超建议值。结果补了半年，她非但没觉得身体硬朗，反倒开始出现胃口不佳、肌肉无力的情况，走几步就得停下休息。医生检查后警告她是补钙过量了，必须减量。阿婆这才疑惑，补钙也会出问题。是的，任何营养品过量都可能变毒药，钙也不例外。那我们究竟该怎么正确对待补钙呢？首先，钙固然重要，但补钙不是万灵丹。预防骨质疏松和肌少症需要的是综合策略，摄取足够蛋白质、肌肉的原料、维生素 D， 促进钙吸收，维生素 K2， 引导钙进骨骼，镁含其他微量元素，维持骨骼肌肉功能。更重要的是进行规律的阻力运动和重量训练。没有运动刺激，光吞再多钙，骨密度也不会提升多少，肌肉只会越来越少。医生常说，运动是最好的骨质增强剂，一点不假。再者，补钙应该优先从天然食物中获取，牛奶、优酪乳、小鱼干、深绿色蔬菜、豆腐、芝麻等等，这些食物提供钙的同时，还伴随蛋白质和其他营养，有助于骨骼肌肉同步受益。如果饮食真的不足，才考虑在医师或营养师指导下使用钙片，而且通常每日补充量不宜超过500到600毫克，并分次随餐服用以提高吸收率。千万不要相信那些声称超高剂量钙片迅速重建骨头的广告，那多半是智商税无误。一味狂补钙，把身体当石头一样狂灌水泥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总结一下，以上我们盘点了5种最常见的维他命及矿物质保健品，从维生素 E、铁、维生素 B6、维生素 D 到钙，它们原本都有其重要的生理作用，但滥用或过量补充却可能偷走你的腿部力量。也许有人会问，难道我们就不需要补充营养素吗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。正确的观念是缺什么补什么，并在专业指导下科学补充。不要以为保健品不是药就没有副作用，任何东西吃过头都会有代价。我们更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均衡饮食和良好生活习惯上，每天适量运动。
尤其是强化下肢的肌力训练，保证蛋白质摄入充足，多晒太阳合成维生素 D， 保持营养均衡，而不是偏食偏补。这些自然的方法远比吃一堆补充剂有效而安全。想要腿脚有力、延年益寿，与其把钱砸在怀疑效果的保健品上，不如踏踏实实锻炼肌肉，改善生活方式。如果真的经检查发现某种营养素不足，在医嘱下适当补充即可，不要过量，也不要相信江湖偏方的巨量疗法。毕竟我们追求的是整体健康，而非某个指标的虚假提升。别再交那些没必要的智商税了。保护腿部力量要的是科学理性，而不是商家鼓吹。从现在开始审视一下家中的保健品吧，停掉那些不必要的高剂量的补充剂，把重心放回均衡饮食和规律运动。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留住腿上的力气，真正做到老当益壮，行动自如。别忘了，最贵的补品不一定有用，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却往往最有效。照顾好自己的腿，就是在为幸福晚年储蓄本钱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您和家人都能远离无谓的保健品陷阱，健健康康的行走每一天。